老年人过夫妻生活，多久一次算正常？性生活频率多与少，哪个更长寿？宋大爷和吴阿姨结婚已经快60年了，退休后，他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在一起。可到了老年，宋大爷开始觉得，夫妻生活是不是该收敛些了？年纪大了还过性生活，既不中看又伤身体。吴阿姨虽然心里有疑惑，但也没多问，只是默默接受了这样的生活节奏。直到有一天，邻居老李的一句玩笑话打破了沉默。老李开着玩笑说：“老刘，过了60，你们家是不是清心寡欲了？不过我听医生说，这事儿还有助健康呢。”吴阿姨心里一下子多了个问号，晚上悄悄问宋大爷：“咱们这个年纪还能正常夫妻生活吗？”老年人性生活的益处。说到老年人的性生活，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觉得这不应该是老年这个词汇里的组成部分，好像一旦年过60，夫妻之间的亲密就该自动归零。这种观念其实是个误区，人上了年纪，可能确实精力有所下降，但并不代表情感和生理需求会彻底消失。对老年夫妻来说，性生活不单单是身体的需要，更是维系感情的一种重要方式。进入老年阶段，夫妻之间的生活早已从年轻时的激情转变为一种深厚的陪伴，但陪伴也需要用心经营。性生活虽然频率可能降低，但它在老年夫妻感情中的作用却更加显著。情感上的亲密不仅仅体现在日常生活的交流上，性生活也是一种无声的沟通。很多老年夫妻不善于用语言表达爱意，但一次亲密接触却能传递深厚的情感。至于生理需求，老年人依然会有，只是强度和频率不同于年轻时。很多人误以为到了老年，身体的欲望会自然消失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生理需求是一种自然的生物反应，哪怕年纪大了，这种需求仍然存在，只不过可能没有那么明显，或者被其他生活琐事掩盖了。不仅如此，适度的性生活对身体健康还有很多好处，比如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提高心肺功能，缓解压力。这种运动的效果，对于老年人来说无疑是加分项。同时，性生活还能帮助维持身体的活力，避免器官的功能过早退化，尤其对盆底肌肉和生殖系统有保护作用。当然，也有一些老年人会因为健康状况或心理顾虑而选择放弃性生活。这时候，夫妻之间需要更多的包容和沟通。即使没有性生活，其他形式的身体接触也可以代替，比如牵手、拥抱或者贴心的照顾。不管怎么说，老年夫妻的亲密关系并不会因为年纪的增长而失去意义。性生活是生命中一种自然又美好的连接方式，值得被珍视和讨论。性生活多久一次算正常？是越多越长寿？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疑惑，性生活到底是多一点好，还是少一点更有利于健康？尤其是老年人群体，这个问题总被赋予更多的养生色彩。有人说多一点能强身健体，有人却觉得太频繁反而伤身。其实健康的性生活是讲究适度二字的，过多过少都可能不太合适。科学研究表明，性生活确实能够为健康加分，但这个加分并不是无限制的。如果性生活过于频繁，对于老年人来说，可能会导致疲劳感增加，甚至影响到身体的免疫功能。医学上并没有硬性规定老年人每周或者每月的性生活次数，但一个公认的原则是，性生活不应该让人感到身体吃力或者精疲力尽。如果每次性生活之后总觉得腰酸背痛，那可能就需要适当调整频率了。也有人担心，减少性生活是否会对身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。事实上，性生活减少并不会直接影响寿命，重点在于夫妻双方是否能找到合适的相处方式。性生活的意义更多是为了增进感情，缓解压力，而不是单纯为了健康指标。如果夫妻俩都觉得目前的频率适合自己，身心愉悦，就已经达到了性生活的真正目的。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频率才是关键，性生活的次数本身并不是重点，重要的是它能带来的快乐和满足感。性生活既不能一味追求频率，也不应该完全回避。老年人的性生活既是一种生活的调剂品，也是健康的一部分，只要不让身体感到负担，不刻意强求，
就能在情感和健康之间找到最舒服的平衡点。用一句接地气的话来说，过日子讲究和谐。性生活也一样，别把自己逼得太紧，也别让彼此冷落太久，合适就是最好的答案。3. 老年性生活需要注意哪些事项？老年人的性生活跟年轻时相比，自然会有些不同。这种不同不仅是生理上的变化，更体现在心态、方式和频率上。毕竟，身体随着年纪增长会发生很多变化。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，适当调整生活方式，才是维持和谐性生活的核心。首先，身体状况是第一要务。很多老年人都有一些慢性疾病，比如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关节炎，甚至心脏病。因此，老年人最好定期体检，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，在医生的建议下决定性生活的频率和强度。如果身体状况允许，不必过于担心，但如果确实有明显不适，就要及时调整，避免勉强自己。其次，性生活方式可以适当改变，年轻时可能更追求激情，但到了老年，更多的应该是注重温柔和舒适。动作幅度不宜过大，可以选择双方都感到放松、自然的方式。心理健康同样重要，很多老年人对性生活有一种羞耻感，这样的观念会让他们在亲密时无法放松，甚至会避免谈及这个话题。其实，性生活与年龄无关，老年人需要调整心态，接受这是生活的一部分。最后，要避免因为一些误解而影响性生活的质量。比如，有些人听信一滴精十滴血这样的说法，认为减少性生活更有利于养生。事实上，适度的性生活对身体并没有坏处。老年人的性生活要健康、舒适，关键在于量力而行，适度调整，同时保持积极的心态。只要身体状况允许，性生活不仅能增进夫妻感情，还能让老年生活更加丰富和有趣。4. 如何正确对待老年人性生活？提到老年人过性生活，很多人可能立刻露出惊讶的表情，甚至觉得这事就该年轻人操心。在很多传统观念里，老年人似乎就该远离这类敏感话题，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。然而，这种看法既不科学，也不公平。老年人有性生活需求是自然且健康的事情，社会需要用更加包容和尊重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。首先要明白，性生活不是年轻人的专属，它是一种跨越年龄的自然需求。这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，与吃饭、睡觉一样，都是人类的基本需求。把老年人的性生活视为另类或奇怪，是一种刻板且不公正的偏见。老年人有权利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满足，无需因此感到羞愧。老年人过性生活的另一个常见误解是被贴上不正经的标签。一些人会觉得老年人不该还有这样的需求，这是一种不合时宜的表现。事实上，这种观念根本就是对老年人生活方式的错误干涉。每个人的生活都应该由自己掌控，而不是被外界的眼光束缚。推动社会观念的转变，需要从科普和教育入手。媒体和健康机构可以多传播一些关于老年人健康性生活的科学知识，让公众了解这件事情的合理性和重要性。对于老年人群体来说，也需要主动获取相关信息，了解自己的身体需求，正确对待性与年龄的关系。对于老年人自己来说，最重要的是正视自身的需求，抛开那些束缚自己的偏见和顾虑。不管别人怎么想，健康的性生活都是自己权利的一部分，完全不需要为外界的眼光而压抑或隐藏。社会观念的改变从来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但从个体到群体的努力，每一步都会让这种转变更进一步。老年人过性生活并不是什么不体面的事，而是他们追求幸福生活的一部分。老年人过性生活不仅是个人生理需求的体现，更是情感维系的重要方式。在漫长的人生旅程中，性生活并不会因为年龄的增长而完全消失，它依然在促进夫妻关系、提升生活质量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。然而，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和社会偏见的影响，老年人往往羞于面对这个话题，甚至会主动回避自己的需求。这种观念的禁锢不仅影响了老年人的身心健康，
也无形中剥夺了他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。通过科学研究和健康教育，我们越来越清楚，适度的性生活对老年人的身体和心理都有积极作用。它不仅能够增强体能，改善免疫功能，还能减少孤独感，让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更加丰富而充实。需要强调的是，性生活的频率和方式没有固定的标准，而是因人而异。老年人应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和双方的需求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。更重要的是，社会需要对老年人性生活有一个更加包容和尊重的态度。希望通过这一讨论，能够打破世俗偏见，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在健康和谐中享受属于他们的幸福人生。